这狗狗看破红尘，竟然出家当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诵经念佛，居然还学会了打坐，露出虔诚的眼神，身体半蹲，双手合十，不停的祷告，一坐呢就是一上午，直到念经结束，他才会把手放下来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为啥会选择出家当和尚？他能听懂佛经吗？一旁的方丈却笑而不语。不仅如此，他现在连狗粮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爱，还上过报纸，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甚至有人为他写了一本书，收获粉丝无数，经常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来信，信件堆满了整个箱子，还有粉丝亲自来寺庙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礼貌，见人就作揖，连粉丝也不禁想问他到底为啥要当和尚。原来啊，狗狗之前是个花花公子，到处沾花惹草，偶然间来到寺庙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经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听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红尘，遁入空门。刚开始方丈以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随后几天只要方丈诵经，他就会出现在一旁静静的听，有时还看到他独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于是收留了他，并给他取了法号悟净。就这样，他已经在寺庙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，还真是只虔诚的狗狗。然而下面这个寺庙里也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，这个韩国和尚结婚了，老婆竟然是一只鸵鸟，他们不分场合的秀恩爱，鸵鸟会跟他一起念经，他还会给鸵鸟按摩，看起来非常甜蜜。外人看到这个情况都骂他花和尚，身为佛门弟子却六根不净，但他并不在意，还说他们上辈子就是夫妻。鸵鸟每天像狗一样跟在和尚后面，到了和尚打坐的时间，鸵鸟就坐在门口一直看着他，眼神里充满爱意。看到和尚抚摸狗狗，他还会吃醋，张开嘴巴不停地攻击狗狗，而且鸵鸟只接受和尚的喂食，别人喂它吃，他会礼貌性的接过来，然后假装不经意的吐掉。和尚捡起吐掉的树叶再次喂它，鸵鸟直接一口吞了下去，吃得一脸满足。很多人好奇他们是怎么相爱的，和尚呢却闭口不谈，接着就去给鸵鸟洗澡，鸵鸟开心的摇着尾巴，脑袋来回摇晃，洗完澡呢还要给它吹干，和尚仔细的帮它打理毛发，偶尔还会加一点护发素。这天和尚有急事，没带鸵鸟就出门了，鸵鸟发现后生气的张开翅膀到处寻找，时刻张望着门口，期盼和尚能早点回来。等和尚回来后，鸵鸟忍不住对他发脾气，张大嘴巴不停的叫着。不过呢，和尚很会哄老婆，一边拍打一边安慰，他们很快就和好如初，紧紧的抱在了一起。原来啊，鸵鸟是他在野外发现的，当时奄奄一息，于是把他带回寺庙悉心照顾。鸵鸟的伤势渐渐转好，准备将它放回山林，没想到鸵鸟不肯离开，他们就这样相伴了15年。和尚说鸵鸟爱上自己，可能是看中了自己的发量，你觉得呢？大妈给公鸡穿上尿不湿，整天背在身上，把公鸡当成了儿子，走到哪儿背到哪儿，早上起来就给鸡洗牛奶浴，还亲手给它织了很多衣服，一起坐公交车去上班。公鸡很听话，公交车上从不乱叫。下车后来到大妈的美发店，大妈给顾客剪头发也要背着鸡，把它放在别人背上就会拼命挣扎。对于他来说，大妈的背就是最舒服的地方。有些客人还点名要剪个鸡冠头，如果感觉大妈剪得好看，公鸡还会叫2声，突然它反常的叫了3声，这明显就是拉屎了。大妈赶紧把鸡放了下来，才发现公鸡竟然穿着婴儿尿不湿。大妈说这样是为了防止它把屎拉在自己身上。这时才看到，原来这只公鸡天生残疾，无法走路和站立。他们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，就这样照顾了1年。这时大妈也说出了一直这样做的原因，原来她之前有个宠物狗，因为车祸上身，大妈伤心欲绝，认为自己没有照看好狗狗。为了安慰妻子，丈夫给她带来了几只小鸡，其中有一只天生残疾，这引起了大妈的怜悯之心，想要好好照顾它，来弥补自己对于狗狗的愧疚。但一直背着鸡也不太合适啊。节目组带公鸡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表示由于是先天性畸形，很难治愈，但医生也给了另一种治疗方案，给它使用辅助设备来代替双腿，让它可以自行移动，这样就可以自由觅食了。和这只公鸡一样，下面这只燕子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上百架摄像机对准了屋檐下的鸟巢，只见鸟巢里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燕子，它通体雪白，身上没有一根杂色羽毛，连眼睫毛都是白色的。这位80岁的大爷都说从没见过白色的燕子。来自韩国各地的鸟类爱好者用摄像机记录着燕子的一举一动。其实人们对于燕子的狂热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据说白色燕子100年不遇，看到就代表着好运到，很多人都想拍下这个好运。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也会很幸运。这只燕子是1个月前被餐厅老板发现的，刚开始以为是鸽子来串门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燕子。虽然它是白色的，但大小和习性与其他燕子没有任何区别，它们之间相处融洽，并没有受到歧视。餐厅老板还说，自从燕子来到他家，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白色燕子，顺便呢也沾沾好运。餐厅也因此成了网红打卡地。经过鸟类学家详细观察，这只燕子是普通的家燕，白色羽毛属于基因突变的结果，几率呢只有1/1000，实属罕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燕子的翅膀慢慢变硬，开始练习飞行。它拍打了几下翅膀，鼓足勇气，成功飞向了天空。然而有着奇特毛发的还有下面这只小牛。小牛天生没有一根毛，全身光滑，好像裸奔一样，身材瘦弱的连骨头都清晰可见，在牛群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同是一个母牛生的，其他小牛犊都毛发旺盛，唯独只有它一点
毛没有。主人很迷惑，说自己养了30年牛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由于天生缺陷，小牛经常受到排挤，很多牛会无缘无故的欺负它。即使小牛静静的待在角落，还是会有其他牛来找麻烦，吓得它到处乱跑，看着非常可怜。牛妈妈看到这种情况，总会把它叫过来护在身后，并教训这些欺负自己孩子的牛。主人呢也看在眼里，把小牛和妈妈单独关在了一个牛圈里，这样就没人可以欺负小牛了。但最严重的问题是，没有毛发的保护，小牛很容易受到害虫的叮咬，气得满腿大包，有时候还会鲜血直流。主人也是心疼不已，给它涂抹药水。每到晚上，对于小牛来说是最难熬的，主人还要给它穿上防蚊虫的衣服。专家检查过后说，这属于先天性无毛症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，可能是母牛生产时感染导致的，是没办法治愈的。幸运的是，小牛身体没有大碍。专家建议保持牛圈清洁，经常给小牛洗澡，这样可以降低蚊虫对它的伤害。主人最后表示，会把它当成家人一样好好照顾。白鹤杀死了自己的丈夫，却疯狂爱上饲养员，并成功生下了8个孩子。连饲养员都没想过自己会和一只鹤成为夫妻。这只白鹤是被人类抚养长大的，它以为自己是人类，对同类根本没兴趣。如果公鹤靠近它，它还会发出声音驱赶。白枕鹤属于濒危保护动物，为了让它繁衍后代，动物园给它找了个丈夫，强行关在了一起。果然，包办婚姻不可取，丈夫被它活活咬死。动物园不甘心，又给它找了第2个丈夫，结果呢，还是没能逃过一劫。从此，白鹤成了动物园有名的黑寡妇。动物园实在没办法了，给它找到了现在的饲养员。刚开始，白鹤不让饲养员靠近，表现得非常有敌意，饲养员只能在几米开外给它投食。经过每天朝夕相处，慢慢的，它开始接受了饲养员。饲养员可以来到它身边，一边抚摸一边喂食，但饲养员却注意到白鹤似乎对它格外感兴趣。当他俩独处的时候，白鹤会展开翅膀对它跳舞。刚开始，饲养员以为是白鹤看到自己高兴，但他很快在其他白鹤夫妻中看到了同样的跳舞行为。饲养员终于明白，这是白鹤对自己的求偶表演。白鹤把它当成了伴侣，但人怎么能跟鹤在一起呢？饲养员也没有多想，为了不让白鹤失望，当他再次进行求爱表演时，饲养员会跟着一起跳。白鹤扇动翅膀，他就挥动双臂回应，有时还会跟白鹤一起尖叫。为了表现得称职一些，饲养员会帮他筑巢，因为这是白鹤夫妻会一起做的事。白鹤对饲养员爱得深沉，就连女记者和饲养员说话，他都会吃醋，在一旁不停地示威。为了让他繁衍后代，等白鹤再次对他进行求爱表演时，饲养员偷偷找来雄性白鹤，对他进行了人工受精，最终成功生下了宝宝。对于孵蛋的任务，白枕鹤必须夫妻一起孵，这对饲养员来说有点难度，但饲养员也不敢让白鹤单独孵蛋，因为白鹤一直认为自己是人类，如果孩子出生发现并不是人类，怕白鹤会崩溃。于是在白鹤生下蛋后，饲养员偷偷把蛋送到了其他白鹤夫妻窝里，让他们代为抚养。为了不让白鹤伤心，他还制作了不少逼真的假蛋，让白鹤坐在上面孵。他们于2004年相识，当时白鹤23岁，饲养员28岁，至今已经相伴了18年。白鹤一共生下了8个孩子。白鹤是一夫一妻制的动物，寿命能达到60岁。饲养员表示会一直陪白鹤走下去，这样的承诺也算是一生一世了。大鹅每天带着老婆在街上收保护费，还专门去烤鸭店收费。店主说这2只鹅每天都来要吃的，一天就要来3次，不给呢就会对着门口一直叫。店主受不了了，会丢给他们一些鸭胗，吃完呢就赶往下一家。虽然大鹅看着霸气，但非常疼老婆，会把好吃的留给老婆。他们不仅给店铺要吃的，看到街上有人吃东西，伸着脖子就冲了上去，不给呢就准备攻击。路人吓得连连后退，只能把食物丢给了他。有些人知道他们是这条街的恶霸，每次走这条路都会提前准备一点过路费，小孩也不例外，他们总是形影不离。但最近几天只看到了老公，他老婆却不见了，而且大鹅每次会把吃的叼走。我们决定跟着他，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。找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小池塘里发现了他。大鹅的反侦查意识很强，觉察到被跟踪后立马往山上跑，穿过各种小道，终于来到了他的家。只见他老婆安静地趴在家里，原来是快生孩子了。他每天给老婆叼来食物，就是为了让老婆安心待产。等老婆生完孩子后，他也会时刻张开翅膀守护着。人们被他们的爱情感动了，于是就把他俩一起炖了。于是就做了一幅海报纪念他们的爱情。不同于大鹅的白嫖，下面这只狗会赚钱养家。这个摊位老板是只狗，他知道每种蔬菜的价格。大妈来买黄瓜，狗狗示意他自己拿，大妈试探性的拿了几根黄瓜，看了一眼狗狗，确认过眼神，大妈丢下钱，愉快的完成了交易。如果需要找钱的话，顾客要自己找零，但狗狗会死死盯着，如果拿多了或者不给钱，它就会狂叫不止，根本骗不了它。顾客都觉得很神奇，但隔壁摊位老板却说这没什么，说狗狗和他儿子是一个学校的。这时吃完饭的主人回到了摊位，摸摸狗头奖励一番，但狗狗没有休息，急匆匆来到了男主人的摊位。男主人给他戴上墨镜，又开始新一轮的看店。当他在工作的时候，即使有人拿食物诱惑他，他也不会吃一口。然而他的工作还不止这些，会跟着主人去送货。
货，熟练的跳上摩托车，戴上墨镜，再来个简易版头盔就出发了。站在车上稳如老狗，如果挡住了主人的视线，它还会懂事的低下头。到达目的地后，主人去送货，它就待在外面守着货物，任何人都不能靠近摩托车。时间一长也是累啊，偶尔会偷懒的趴一会儿，听到主人要出来，它立马又打起精神，一人一狗接着赶往下个送货地点。之所以这么努力的工作，是因为它要养孩子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它迫不及待的回家陪孩子玩耍，这是它难得的休闲时光。狗狗养孩子天经地义，然而下面这群鹅养的孩子很不一般。这群大鹅养了一头野猪，只见在一群大鹅中间出现了4只很另类的腿，原来是一只小野猪。小猪把鹅群当成了父母，鹅群干什么它就做什么，甚至直接跟着鹅群回家。回家路上有一个障碍，大鹅一个个腾空而起，轻松的翻越障碍，但小猪的小短腿实在跳不过去。眼看着鹅群越走越远，小猪心里急啊，突然灵光一现，奋力一跳，还真跳了过去。即使吃饭也不和其他野猪一起吃，反而和鹅群挤在一起吃鹅饲料。为啥小猪会出现这种迷惑行为呢？原来小猪生来体弱，而且颜色也和其他猪不一样，猪群把它当成了异类，每天欺负它，只好逃离了猪圈，阴差阳错来到鹅群。鹅群有很高的包容性，很快就接受了小猪，把它当成自己的孩子。每当小猪受到欺负，鹅群就会挺身而出。这天小猪回来就发现猪群挡在了门口，小猪不敢进去，这一切被大鹅看在眼里。社会我鹅哥人狠话又多，张着嘴巴攻击猪群，很快就把野猪撵了出去，把小猪接了进来。为了安慰小猪，大鹅会给它梳理毛发，顺便呢抓抓虱子，希望小猪在鹅群的守护下能够健康成长。长大后呢，在餐桌上再团聚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狗怀胎10月，居然生了8只小猪，颜色各异，都很健壮，小孩都看懵了，连大人也惊呆了。狗是正经狗，猪也是正经猪，但现在狗狗正在给小猪喂奶，这是什么组合？狗狗会贴心的给小猪梳理毛发，舔得油光锃亮，而且非常护犊子。如果主人当它面拿走小猪，它还会变得焦躁不安，不管在哪里，只要听到小猪的叫声，就会立马跑过来。每天还会带着小猪遛弯，没走几步就会回头看看有没有掉队的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原来母猪生下孩子后就死了，主人也不知道怎么办了。这时自己家的狗狗走了过来，这些小猪激发了它的母性意识，自愿给小猪喂奶。主人说前几天狗狗的孩子断奶后都送人了，狗狗可能过于思念，母爱泛滥，于是就把刚出生的小猪当成了自己的孩子。虽然小猪还小，但已经有了牙齿，它们吃奶时会让狗狗非常痛苦，每次被咬到狗狗都会疼到发抖，但它并没有放弃，忍着疼痛继续喂奶。专家说看起来给小猪喂奶并不是出于它的本能，狗狗是有意识这样做的，它觉得自己有义务照顾小猪，为了让狗狗保证营养，主人会每天给它加餐，希望它们都能健康成长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2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只狗每天坐公交车去找女朋友，只见它熟练的上车，和司机打过招呼后，疯狂的摇着尾巴来到后排，大家都认识它，很多人坐车就为了看它一眼，找了个靠窗的空位坐下。如果有老年人上车，它还会主动让座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突然变得多愁善感起来。有好几个地方我还没尿过呢。它知道什么时候下车，快到站点了，它会提前来到司机旁边，摇摇尾巴，再叫2声，示意下车。下车后来到一家餐厅，一进门就开始撒娇，原来这是它的家。主人说有一次它2天都没回家，于是就去外面找了好久都没找到。没想到的是，刚走到公交站台，却看到它从公交车上跑了下来，也不知道它跟谁学的。主人说这样也挺好，自己遛自己很省心。狗狗吃饱喝足呢，就躺在炉子旁睡觉，一觉醒来就想要出去玩。主人刚放开它，立马跑到路边等公交车。节目组决定跟着它，想看看它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它下车后穿过一片树林，来到一个小亭子，一只卷毛狗高兴地迎了上来。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，没想到女朋友还是混血的，体格比他大了1圈，但这不重要，小别胜新婚。2只狗紧紧地抱在了一起。不过要说聪明，还是得看下面这只狗狗。这只狗每天自己赚钱买罐头，只见它叼着1000块钱来到一家商店，熟练地把钱吐在地上，买了1盒罐头，几口就干了下去。店主说他每天都会来5次，每次都会叼来钱。狗狗很聪明，知道罐头的价格，大额钞票还会让店主找钱，根本坑不了它。他每天不是买罐头，就是在买罐头的路上，凭一己之力拉动了当地罐头销量。他整天在街上溜达，一心想办法搞钱，只要看到有人手上拿着钱，他就会冲上去，不停地用爪子挠，失败了也不用慌，接着使用第2招，装可怜，眼含泪水，深情地看着路人。没想到这一招也没奏效，不过没关系，勇敢狗狗不怕困难，直接跳起来抢，钱还真被他抢到了。接着屁颠屁颠的又去买罐头了，但他也并不都是靠这种方式搞钱，这条街上的人都认识他，他偶尔会帮人看店，寸步不离，非常的上心。店主回来后就会奖励他1000块钱，用自己劳动换来的罐头，吃着格外的香。这已经是今天的第4盒罐头了，主人看不下去了，直接没收了罐头。主人说刚开始他并不会这样做，有次带他去买罐头，他才意识到原来这张纸可以买到自己想吃的罐头。从那时起就开始向人撒娇要钱，口味也变得很挑剔，狗粮也不吃了，每天只想着吃罐头。但他体重明显超标了，为了狗狗的健康，医生建议以后尽量少吃罐头。街坊邻居们为了帮他减肥，决定以后不再卖给他罐头了。然而
下面这只狗狗更神奇。这家炸鸡店的店长是一只母鸡，每当顾客上门，它就会点头欢迎，母鸡还会站在员工肩膀上陪同送餐，上餐前还要打个名。顾客表示看到它都不好意思吃炸鸡了，但不得不说他家炸鸡是真好吃。有多好吃呢？你看连这个母鸡都喜欢吃，而且母鸡最爱吃的还是鸡米花。老板说自从母鸡来到餐厅后，餐厅生意都变好了，很多人都专门来看它，都觉得他家的炸鸡是真材实料。母鸡也会服务客人，只要客人喊一句它就会跑过来。第一次来的顾客都觉得不可思议，但母鸡很淡定，这些都是小场面。想当年我在油锅里洗澡的时候，算了，不提也罢。那这只鸡为啥没有被做成炸鸡呢？原来它是被前主人抛弃的流浪鸡，误打误撞自己就溜达进了炸鸡店，可能是这里面飘出来了熟悉的味道，也可能是门口鸡的图案吸引了它。老板觉得这也是一种缘分，把它当成了店里的吉祥物。母鸡深刻诠释了什么叫做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它没事就站在老板肩膀上，老板还喜欢到处炫耀。来到了隔壁烤鸡店，隔壁老板表示非常羡慕，说这只鸡也太可爱了吧，看着就好吃。听到这话吓得母鸡一哆嗦。同样神奇的还有下面3只狗狗，他家狗狗天生就是秃头，头上一根毛没有，2个月大的狗狗看着像个小老头，但狗妈妈毛发却是正常的。更让人震惊的是，一窝4只狗，只有这3只公狗是秃头，另一只小母狗却很正常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？连医生都说自己20年来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看得出来，秃头对颜值影响真的很大。为了让它们长头发，主人给它们吃利于毛发生长的食物，还天天往脑门上涂抹生发液，但一点效果都没有。没有毛发的保护，狗子皮肤非常容易干裂，经常被冻得瑟瑟发抖。医生认为，既然狗妈妈毛发正常，那可能是遗传了狗爸爸的秃头基因。那狗爸爸现在在哪？主人说附近经常有几只狗到处溜达，但不能确定谁是狗爸爸。工作人员询问了附近的村民，村民都说没有见过秃头的狗。我觉得这事还是要问狗妈妈，只有她才知道。医生对秃头3兄弟做了全面检查，说了一堆专业知识，最后推测问题可能出在狗妈妈身上，狗妈妈的一条 X 染色体异常导致的。这种遗传性的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，只能平时注意保养，夏天多涂点防晒霜，冬天呢多擦点香香。主人听了医生的建议，每天给秃头3兄弟护肤，小脑袋瓜涂得锃亮，还要把仅剩的毛发好好打理一下，最后戴上帽子就 OK 了。还好狗狗不会自卑，秃头会让它们变得独一无二，也不一定是坏事。然而最奇葩的还要数下面这只猴子。小猴子把5个月大的山羊当妈妈，每天骑着小羊到处溜达，猴子就像粘在小羊身上一样，谁都无法将它们分开，甚至连吃饭睡觉都要骑着小羊。慢慢的连猴子都爱上了吃草，它们直接成了动物园里的网红，吸引粉丝无数，还会定期进行走秀表演。饲养员说他们是去年认识的。小猴子由于受到了猴群排挤，被送到了羊圈里，但此时小羊也受到了羊群的排挤，2只可怜的动物就这样走到了一起，相互取暖。等小羊在受到攻击时，小猴子还会挺身而出。慢慢的他们的友谊越来越深厚，有时饲养员需要带他们分别去体检，只能在他们睡着时偷偷带走。小猴子一觉醒来发现小羊不见了，急得到处乱叫，隔着窗户密切关注着外面的情况，看到小羊完整的回来，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。就在这时，他们之间闯进来一个第3者，黑猩猩。猩猩会给小羊带吃的，来到窝里就开始脱衣服，观察片刻后发现猩猩并没有敌意，猴子和小羊很快接受了它，组成了公园铁三角。到了他们生日，饲养员还会准备水果蛋糕，他俩没有忘记新朋友，给黑猩猩带来了一些水果。猩猩很感动，唱起了星星点灯。看来跨物种也是有真感情的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熊为大赏。这匹马会用嘴开锁，打开门就去找女朋友约会。只见他对着门锁舔了几下，用鼻子向上轻轻一拱，锁就被打开了，熟练的拨开门栓，潇洒的走了出去。旁边的马都看呆了，兄弟你是人是马？他自顾自的来到仓库吃独食，但很快就被主人发现了，再次关了回去。主人起初以为门坏了，检查后发现一切正常。为了防止他再次越狱，主人在门上加了2把锁，最终呢还是被他打开了。主人下了血本，换上了一把新锁，还给他做了丰盛的营养餐，就想让他好好待在马圈里。等主人走后，马儿又开始研究起了新锁，看着确实高级了不少。让我想一想啊，研究了半天，还真把他难住了，气得他躺在地上打滚。一番发泄之后，很快冷静下来，决定再次尝试，又是拱又是舔，很快就拨开了卡扣，大门又被打开了。他炫耀似的叫了起来，想关我是不可能的。主人想不明白，马圈里有吃有喝，他为啥每天执着于开锁呢？主人决定跟踪他，想看看他每天跑出去到底在做什么。只见他一路小跑，来到了另一座马场，一匹母马早已等候多时，原来这就是他每天约会的女朋友。2只马开心的一起吃草，他还会把嫩草留给女朋友吃，着实给主人撒了一波马粮。主人说他们之前就是一对儿，后来
由于马场扩建分开了，没想到马儿对待感情这么专一，主人感动坏了，决定成全他们，让他俩待在了一起。然而下面这匹马看不下去了，他也要来撒一波马粮。这匹马的女朋友是一只黑山羊，他们在一起3年了，彼此真心相爱，这让其他马儿都羡慕不已。看着高大威猛的男友，小羊眼神里满是崇拜。马儿对小羊也是宠爱有加，吃饭会把自己最爱的胡萝卜留给小羊吃，如果有陌生人靠近，马儿会把小羊护在身后，不允许任何人伤害它。他们每天形影不离，马儿去哪里，羊就跟到哪里。如果没有小羊的陪伴，马儿训练时就会发脾气，一点都不配合，主人只能把小羊带到马儿身边。听到小羊的叫声，马儿瞬间安静下来，开心的配合训练。马儿在下面游泳，小羊就在上面紧紧跟着，还一直咩咩的叫着加油。由于女友的支持，马儿在比赛中超常发挥，轻轻松松就跑了第1名。他们相识于3年前的一天，只因为在羊群中多看了小羊一眼，再也没能忘掉她的容颜，从此就开始孤单思念。主人没办法，就把小羊送到了他的身边，日久生情，小羊也爱上了这个高富帅。和大多数小情侣一样，他们也是会吵架的。小羊只是偷偷溜出去吃了几口草，马儿就生气了，双方谁都不理谁。马儿面壁思过后，觉得自己管得太严了，主动低头认错，他们很快就和好如初。为了维持夫妻感情，他俩还准备明年要个孩子。跨物种的爱恋不仅仅是他们，下面这对也不一般。这只兔子爱上了一只狗，见面之前先要刷刷牙，捋顺胡子，梳妆完毕，开开心心去见自己的女神。一见面就要先来个深吻，看狗狗有点敷衍，兔子还会继续上前索吻，紧紧地依偎在狗子身边，狗狗走到哪它就会跟到哪。兔子请狗狗吃绿色大餐，狗狗想了想，觉得拒绝不太好，翻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自己喜欢吃的草，只能敷衍地吃了几口。他们从天亮一直玩到天黑，即使下雨也不能阻挡他们约会，连睡觉都要在一起。兔子伸了个懒腰，就钻进了狗狗的被窝。狗窝比较小，为了不占用空间，等狗狗睡着后，兔子会主动来到外面睡觉。主人都觉得不可思议，说狗看到兔子一般都会咬，但他俩却相爱了，这种情况真的没见过。这天邻居家的狗狗路过这里，狗狗目不转睛地盯着看，兔子吃醋了，不停地打滚想要吸引注意力，但狗狗完全没在意，直接跑过去和狗子们玩了起来。兔子伤透了心，背过身去不忍直视，为什么好好的狗子说变心就变心？等狗狗们散去后，他突然想起了兔子，老公跑哪去了？狗狗心急如焚，循着气味四处寻找，找了半天，终于在一个犄角旮旯里发现了兔子。狗子主动认错，轻轻抚摸了一下兔子，他们再次和好，又开心的玩耍在了一起。为了维持夫妻感情，他俩呢也准备明年要个孩子。大妈给公鸡穿上尿不湿，整天背在身上，把公鸡当成了儿子，走到哪背到哪。早上起来就给鸡洗牛奶浴，还亲手给它织了很多衣服，一起坐公交车去上班。公鸡很听话，公交车上从不乱叫。下车后来到大妈的美发店，大妈给顾客剪头发也要背着鸡，把它放在别人背上就会拼命挣扎。对于他来说，大妈的背就是最舒服的地方。有些客人还点名要剪个鸡冠头，如果感觉大妈剪得好看，公鸡还会叫2声。突然他反常的叫了3声，这明显就是拉屎了。大妈赶紧把鸡放了下来，才发现公鸡竟然穿着婴儿尿不湿。大妈说这样是为了防止它把屎拉在自己身上。这时才看到，原来这只公鸡天生残疾，无法走路和站立。大妈说去过很多医院都没有治好，就这样照顾了1年。这时大妈也说出了一直这样做的原因，原来她之前有个宠物狗，因为车祸上身，大妈伤心欲绝，认为自己没有照看好狗狗。为了安慰妻子，丈夫给她带来了几只小鸡，其中有一只天生残疾，这引起了大妈的怜悯之心，想要好好照顾它，来弥补自己对于狗狗的愧疚。但一直背着鸡也不太合适啊。节目组带公鸡来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医生表示由于是先天性畸形，很难治愈，但医生也给了另一种治疗方案，给它使用辅助设备来代替双腿，让它可以自行移动，这样就可以自由觅食了。和这只公鸡一样，下面这只燕子也有着与众不同的地方。上百架摄像机对准了屋檐下的鸟巢，只见鸟巢里突然钻出来一只白色的燕子，它通体雪白，身上没有一根杂色羽毛，连眼睫毛都是白色的。这位80岁的大爷都说从没见过白色的燕子。来自韩国各地的鸟类爱好者用摄像机记录着燕子的一举一动。其实人们对于燕子的狂热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，据说白色燕子100年不遇，看到就代表着好运到，很多人都想拍下这个好运。看到这个视频的你也会很幸运。这只燕子是1个月前被餐厅老板发现的，刚开始以为是鸽子来串门，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燕子。虽然它是白色的，但大小和习性与其他燕子没有任何区别，它们之间相处融洽，并没有受到歧视。餐厅老板还说，自从燕子来到他家，生意也变得越来越好，很多人慕名而来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白色燕子，顺便呢也沾沾好运。餐厅也因此成了网红打卡地。经过鸟类学家详细观察，这只燕子是普通的家燕，白色羽毛属于基因突变的结果，几率呢只有1/1000，实属罕见。过了一段时间，燕子的翅膀慢慢变硬，开始练习飞行。它拍打了几下
下翅膀，鼓足勇气，成功飞向了天空。然而有着奇特毛发的还有下面这只小牛。小牛天生没有一根毛，全身光滑，好像裸奔一样，身材瘦弱的连骨头都清晰可见，在牛群里显得格格不入。同是一个母牛生的，其他小牛都毛发旺盛，唯独只有它一点毛没有。主人很迷惑，说自己养了30年牛，从未见过这种情况。由于天生缺陷，小牛经常受到排挤，很多牛会无缘无故的欺负它。即使小牛静静的待在角落，还是会有其他牛来找麻烦，吓得它到处乱跑，看着非常可怜。牛妈妈看到这种情况，总会把它叫过来护在身后，并教训这些欺负自己孩子的牛。主人呢也看在眼里，把小牛和妈妈单独关在了一个牛圈里，这样就没人可以欺负小牛了。但最严重的问题是，没有毛发的保护，小牛很容易受到害虫的叮咬，气得满腿大包，有时候还会鲜血直流。主人也是心疼不已，给它涂抹药水。每到晚上，对于小牛来说是最难熬的，主人还要给它穿上防蚊虫的衣服。专家检查过后说，这属于先天性无毛症，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疾病，可能是母牛生产时感染导致的，是没办法治愈的。幸运的是，小牛身体没有大碍，专家建议保持牛圈清洁，经常给小牛洗澡，这样可以降低蚊虫对它的伤害。主人最后表示，会把它当成家人一样好好照顾。这个小区地面温度高达83度，新鲜树叶只过了2分钟就被烘干了，轻轻一捏就成了粉末，蚂蚁爬过直接烤焦，连鸡蛋都能煎熟。奇怪的是，周围都不热，偏偏就这1平米的水泥地发热。其实等到太阳下山，这一块地方依然是热浪逼人。小区居民议论纷纷，有人说是漏电导致的，还有人说是天然气泄漏引起的。随后大家找来电工师傅，师傅检查了半天，结果呢并没有漏电。很快天然气公司的人也来了，他们拿出探头在地上扫了半天，也没有检测到泄漏的天然气。小区居民看着这一块发烫的地面，心里头更加不踏实。大家决定挖开地面，看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找来了几个工人又开挖，可是没想到越往下挖温度越高，还伴随着阵阵白烟。再一看温度计，都已经到100度往上了。看到这反常的一幕，有人大喊火山要爆发了。一听这话，几个工人吓坏了，说啥呢也不肯往下继续挖，还把已经挖开的坑赶紧填上了。但火山爆发和这相差时代太远，属实不太靠谱。又有人说会不会要地震了，一听这说法，整个小区是人心惶惶。有人还闹着要搬家，物业赶紧请了几位专家来调查真相。一番调研之后，专家怀疑是放射性元素裂变造成的。这句话让所有人大惊失色，专家赶紧拿出仪器一通检测，还好没有检测到任何放射性元素。为了找出真相，专家说还得继续往下挖。但随着坑越刨越深，又一个令人惊讶的情况出现了。挖到大概1米深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滩积水，紧接着本来一直冒热气的坑慢慢就凉了下来，白烟呢一下子也不见了，连各位专家也是一脸懵。专家们商议片刻，说还得继续挖。为了加快进度，大家又请来了专业的钻探队，工人们搭起钻探架，把一根长长的砖头打进了地里，这一下去就挖上来很多黄土。钻探结果表明，小区地下的土层非常松软。这时专家一拍脑袋，说应该是地热导致的这种现象。专家认为在小区地下几千米处有着一些很细小的地下裂缝，地球内部的热量通过缝隙顺着松软的土层跑到了地面，就造成了地面发热的现象。至于挖掘过程中发热现象突然消失，是因为泥水混在一起形成了泥浆，这些泥浆在不知不觉中就把这些缝隙给堵住了，地热也就被隔开了，所以地面自然又恢复到了正常温度。女孩每天流出红色的汗，即使气温接近0度，她却热得受不了，额头上不停地渗出红色液体。仔细一看，妈妈却差点吓死，从额头到脖子再到后背都渗出了红色液体，红色液体分布非常不均匀，看着像汗水，但她又不敢肯定，人怎么可能会流血汗呢？拿上毛巾，赶紧给女儿擦身体，毛巾瞬间就染成了红色，把毛巾在水里洗上几下，一盆清水就变成了淡红色。妈妈这下慌了神，好端端的女儿怎么会突然出现这种怪异症状？来不及多想，赶紧把女儿送到了医院。一番检查下来，结果却完全出乎了预料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没有发现什么病症。悬着的心稍微缓和了一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当天晚上怪事又发生了，女儿突然发起了高烧，身上再次流出红色液体，这红色液体好像有神奇的魔力。第二天女儿就突然好了，而且连续几天都没再冒出红色液体，女儿变得很正常。妈妈观察了一段时间，发现流血汗没有任何规律，有时呢运动就会流，有时睡觉会流，如此反复无常的血汗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，医生用吸管对血液取样，送到化验室做检验。没想到啊，等待结果的同时，下面这位大爷又流出了蓝色的汗。大爷每天都会流出蓝色的汗，衣服上经常出现一片蓝色印记，把衣服泡在水里，清水瞬间就变成了淡蓝色。刚开始呢，妻子也没有多想，觉得8成是丈夫不小心染上了蓝色墨水，但她万万没想到，接下来这事不仅没完，反而变本加厉。第二天，丈夫换下来的衣服上又出现了蓝色印记，接连几天都是如此，甚至床单上也开始出现蓝色印记。更奇怪的是，印记都出现在腋下部位，老两口彻底懵了，这蓝色印记到底是什么东西？他们越想越奇怪，忍不住呢就闻了闻，哎，什么味儿都没有，难道
像是去外面晾衣服的时候被别人弄上去的。仔细想想也不合理啊，不可能每次都弄在腋下啊，难道真的是丈夫流出了蓝色的汗？大爷还说最近在吃一种降血压的药，怀疑是药物导致的蓝汗现象。随后我们陪同大爷去了同一家医院，医生表示药物中不存在使汗液变蓝的成分。接着也对大爷流出的蓝色液体做了采样化验，同时小女孩的化验结果也出来了，结果显示两个人流出来的还真是汗液。医生判断他们的汗腺出了问题，导致了一种叫色汗症的症状。一旦汗腺功能失调，再加上细菌入侵，汗液就会在细菌的作用下导致变色。至于颜色有红色和蓝色的区别，可能和细菌不同有关。医生表示色汗症对人体不会造成太大伤害，随着汗腺功能恢复正常，色汗症的情况也会随之消失。每当他一觉醒来，秋裤上就会出现10多个破洞，更夸张的是10天内就烂了8条裤子，就算是新买的秋裤也是穿一条烂一条，而且烂的部位还惊人的一致，破洞都出现在同一侧。最多的一条裤子有12个破洞，这些破洞大小不一，最大的有4厘米，最小的也有1厘米。为啥会出现这种现象？他百思不得其解。破洞出现的时间也没有任何规律，有时呢隔天出现，有时每天出现。更离奇的是，同睡一张床的丈夫裤子每天都好好的，大妈之前都是睡在床的外侧。出现这个情况后，还特意和老公换了位置，本以为就没事了，但她的秋裤还是每天都破。她觉得肯定是床上有什么小虫子，是她睡觉的时候咬破的，于是把床翻了个底朝天，但并没有找到任何虫子。她一气之下更换了所有床单被褥，心想这次应该万事大吉了吧，万万没想到裤子还是照样烂。这离奇的现象在村里掀起了轩然大波，几个老光棍对着大妈的秋裤议论纷纷，他们猜来猜去，觉得这些洞很有可能是老鼠咬的，但这也说不通啊，为啥老鼠不咬棉被，也不咬丈夫的裤子，偏偏只咬他的秋裤呢？而且家里还养了一只猫，整天呢就睡在卧室里。大妈还说，如果是老鼠咬的，自己不会一点感觉没有。这时又有村民提到，他家后面就是山林，会不会是什么野生小动物咬烂的？于是我们在山上进行了仔细的搜索，并且在房子周围都撒上了石灰。可是几天过去了，石灰上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村里上过高中的村民又说，会不会是某种化学药物腐蚀导致的？但这个猜测很快就被否定了，因为裤子上没有任何腐蚀留下的痕迹，洞口边缘都是干干净净的，而且大妈的腿也毫发无伤。村子里有300多户人家，为什么只在她身上发生了这种离奇事件？会不会是因为得罪了人？但她老公说，如果是有人蓄意报复，唯一的通道就是屋后的这扇窗户，但窗户非常结实，根本不可能有人能通过这里。一番调查分析下来，排除了能想到的种种可能，依然找不到答案。大妈更慌了，秋裤依然每天破洞，最近还经常做噩梦，常常分不清是现实还是在做梦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离奇。最后我们找来了专家对着破洞研究了半天，看着破洞的边缘形状，专家认为很有可能就是老鼠咬的。大妈觉得很搞笑，为啥老鼠不咬丈夫的秋裤呢？专家猜测说，老鼠可能在打窝的时候用到了大妈的一些衣物，就比如破袜子之类的，并逐渐对衣物上的气味形成了条件反射。最近频繁咬秋裤，可能是他又做了新窝，急需装修，于是就出来寻找熟悉的气味，就这样看中了大妈的秋裤。一张刻舟大小的水坑竟然夺走了上千条性命，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公鸡在水上只漂浮了5秒钟，接着就倒在了水中。当地人谈之色变，据说无论什么动物只要一靠近水坑就会失去知觉，甚至呢丢掉生命。更加诡异的是，面积不足1平米的水坑却从来没有干过，即使大旱这水坑依然有水。小水坑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真的能让人丧命吗？正当考察队纳闷的时候，就发现水坑边缘果然漂浮着一些死鸟，仔细一数竟然有8只。为了验证猜测，村民把一只鸡放进了水里，只见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公鸡在水面上只漂浮了5秒钟就开始萎靡不振，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把它的魂给抽走了一样，紧接着就倒在了水中，眼看着马上就要死掉了。大伙儿赶紧把鸡拉了上来，经过10多分钟，公鸡才开始慢慢恢复知觉。即使恢复了知觉，但公鸡看着也是非常虚弱。大家终于感受到了水坑的威力。考察队猜测，水塘处在深山老林之中，而且呢还是一滩死水，平时掉在里面的动物尸体也没有人清理，久而久之，水中可能就生成了一些有害物质。接着呢，取了一些水样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，然而结果却大大出乎了意料。结果显示，水塘虽然看起来比较脏，但水质并不差，没有任何有毒的微生物，甚至都可以直接饮用。就在一筹莫展之际，村民说了一个重要的线索。之前有一些胆大的村民还组队来寻找过水坑的秘密，但他们总会遇到一个神奇的现象，每当拿着火把靠近水坑的一瞬间，火苗就会突然熄灭，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熄灭，但可以肯定不是风吹的。大伙半信半疑，村民直接找来火把要演示一番，明明离水面还有一定距离，可火把真就莫名其妙的熄灭了。大伙再次点燃火把，小心翼翼的靠近水坑，还是照样熄灭了，真是越来越古怪。思来想去，考察队提出来一个想法，水坑里会不会有某种毒气，但很快就被否定了。
如果真的有毒气，肯定会传来一些刺鼻的气味，说再多都没用。他们收集了气体去分析，很快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结果，气体中的二氧化碳浓度高达 96%。一张课桌大小的小水塘为啥会含有这么多的二氧化碳？地质专家分析后说，这属于火山活动后期的一种放气现象。小水塘处在火山地带，地下有很多裂缝，大量的二氧化碳就沿着地层裂隙溢出地面，再加上水塘周围的半封闭环境，二氧化碳浓度就变得异常高，导致进入水塘的动物就会中毒死亡。